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在这场美伊之间的战争，我们要来关心到是伊朗他说的，他击落了来自于美军的 F-16还有 F-15，但是美军否认这个战损。罗生门，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解读。另外呢，这个伊朗啊，不只是封锁了荷姆兹海峡，是不是现在呢在红海的地方也能够被封锁呢？我们今天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现在先看到这个中东战火持续的延烧，全球经济当然跟着摇摇欲坠，而美国跟以色列也持续的喊话，伊朗的方面当然也回呛，他说有许多的战果，两个，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，他说呢，他们在伊朗这边呢，因为南部沿海因为使用地对空的导弹，所以成功拦截了F-15。第二件事情是说，他们在伊朗的中部地区用新型的防空系统，同样也是击中了来自于以色列的 F-16。针对于这些战损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保持沉默，美国方面则是完全的否认，而且还说了，他说我们美军啊，一共是执行了超过8000架次的作战飞行。当中没有任何美军的战斗机被伊朗给击落，但是过去的数字却是打脸的。我们要来看到有其中几个案例，当初在这个伊拉克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坠毁的机上一共是有6个人全数罹难，是因为这个空中加油机的坠毁。再来呢，在沙乌地这边这个基地空军基地呢遭到伊朗的飞弹袭击，5架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船因此受损。最后还包括来看到五角大厦证实的美军1架 F-35逆中战机被伊朗击中之后，被迫只好最后是紧急降落。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伊朗说的击中了 F-15，拦截了 F-16，包括了美军又全面否认，这一些罗生门到底怎么解释？因为美国不断的透过认知作战或者是舆论战的方式，形塑美国的所有战机、所有的装备都是地表最强的。例如说，他讲 F-35是地表最强，除了 F-22之外的最强逆中战机。他讲有关于 F-15是地表最强的炸弹卡车，那他都是这么形容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如果遇到这一个伊朗使用消耗战的对抗的话，他真的快昏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 CNN 的报道啊，有关于 F-35，那他说没有被击中，但他说没有被打到坠毁，但是紧急迫降。那这个事情呢，那我们看到伊朗也不是那个就让你单独的讲而已，他有释出这些照片。我们台湾的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大家呢过分相信美国，其他的一律不采信。大家说这些是假的，那说这个呢，为什么它的后面会拖着一道像那个刺针一样的东西？那个是马赫环啊。高速在飞行的时候，它这个就是标准的红外线的讯号。那有人说，那为什么这个飞弹没有呢？因为飞弹距离我们比较近啊，那所以呢，相对之下没有。你说你如果说是正常，你可以这样子看到战机的话，你觉得你距离战机多近啊？那所以呢，它这个是放大再放大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从它这一个爆炸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了。而且呢，现在的伊朗电视又公布了另外一架，这架就是 F-16被攻击的状况。那所以啊，现在这个时代是讲究有图有真相的时候，你美国怎么讲，没有人会相信的。那我们看到啊，它可能使用的飞弹呢，可有2种，一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R-27的这个飞弹，这飞弹其实是非常老旧的飞弹，不过当它使用这种被动的导引的时候，那就可能很有效了。另外一种我们看到的358飞弹，其实358飞弹说穿了，也就是俄罗斯的萨姆67的飞弹。那这个他们曾经阅兵，这是阅兵的照片。那这是他们当初展示给他们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人员看的。因为那是俄罗斯的飞弹，表示我们使用的很好啊。大家会说 F-35无坚不摧啊，那可是呢，实际上我们来看啊，它的这一个 DAS，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雷达反射的这一个接收的装置，其实它全身 F-35它有六个，
那6个呢，包含它的上面以及它的侧面以及它的下面全部都有。但是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在战级的时候，也就是你遭受到多重威胁的时候，因为伊朗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用几颗飞弹来攻击的。如果他用的数量多的话，那就很难说了。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到，在去年5月13号的时候，就有谈到胡塞组织早就已经对于不管是 F-16或者 F-35都有曾经几乎击落的经验。但是美军有没有吸取这个经验，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无坚不摧，连自己都相信了，然后反而是当作战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。好，这个是美国透过他们的这个飞弹哦，我们可以伊朗透过他的飞弹，可以说把这个成功的把美国的战机给打落下来，这个是一部分。那另外一部分，其实另外一部分是来看到的是海上的封锁线。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，伊朗它现在实施的封锁，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做封锁，现在还有来自于红海，说这个胡塞组织也有能力做出手。那荷姆兹海峡呢，根据 CNN 的报道说，最坏情况可能封锁半年，甚至传出伊朗要这个征收10%的安全税。杨老师怎么看？川普不在乎人道，其实美国大概从拜登政府开始我觉得他们就不在乎了。如果他们在乎的话，怎么会容忍在加沙地区的大屠杀72000人死亡呢？但是这种违反人道不影响美国的利益，他就不在乎。但如果说这个影响到美国的经济、美国的政治，甚至他的金主跟家族的利益，他就非常在乎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现在伊朗采取的就是它就叫做跟你相互毁灭，也就是你打我，我就报复你，然后他不断的证明他有这个报复的能力。尽管今天这个政府上层已经都被就是暗杀，然后呢已经去中心化，但是他又再中心化，他整个70多波的攻击到现在为止，让整个海湾地区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都招架不住。以色列现在已经受伤4000人。你想想看，2个飞弹造成以色列南部只有100人受伤，那4000人是多少飞弹造成以色列多少建筑的损毁？只不过是这些没有在西方的媒体呈现出来，可能一看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。那现在伊朗跟你打，等于是玉石俱焚，相互保证毁灭，来吓阻美国跟以色列再次不断的把战争提升。那这里面当然会延伸从荷姆兹海峡到红海。不过红海它的困难度就是胡塞组织是什叶派支持，伊朗支持，过去也曾经在加沙战争当中呢对以色列产生的攻击，因为它跟以色列有一段距离，对然后呢它也是这种打带跑，因此呢以色列很难完全的掌握住它。那个时候后来我们看到了，就是欧洲跟北约有所谓的真的叫护航行动。那可是呢，因为胡塞组织相对的弱小很多，而且它不是用弹道飞弹少数他用火箭炮，那或者是少数的无人机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是来自于伊朗的援助也不够。现在我觉得伊朗对他的援助也不容易然后呢，你看到以色列现在对于真主党的攻击是已经进入到地面战争，所以以色列如果面临到胡塞组织一旦也开始在做红海的封锁的话，那大概相关的这种攻击会很强烈。可是打到最后只要有管道，我觉得伊朗也会动用到胡塞组织这个力量。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，在就是红海我去拦截你。荷姆兹海峡只是拦截20%的油气以及大宗物资，像是化学肥料但是呢，红海它就会影响到整个欧洲跟亚洲的航运。那你就要绕道到就是非洲的南部的好望角，那个整个运费跟这个过程时间加长，运费增加但是并不是表示没有取代的这个方向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冲击也会产生。
蛮大的影响的。好，红海的冲击是下一波要来持续观察，就是胡塞组织真的是否有能力，或者是说会不会真的动手？但是荷姆兹的海峡的冲击是立即性的，从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包括现在已经看起来是燃油价格已经狂飙了，现在油价正式突破每一桶是$110，中东的原油逼近$164高点，航空业的受损，我们来看到画面上，全球20大航空公司市值蒸发1.7兆，产业链的受阻包括了欧洲车厂依赖亚洲零组件，晶片出现断供，再来就是天然气10天之内都可能停摆，最后是粮食警报，暂时再拖下去，全球粮食会陷入粮食危机当中。聂老师怎么看 ？OK， 能源真的非常重要。我相信20世纪，不管你开车、坐飞机啊，甚至你各种民生的东西，都要靠所谓的能源。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天然气，在制造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区域，也都要靠气来做我们的维生啊。我们叫 make living， 需要靠这么重要一些这个原食材。而能源大家也知道，我们有核心物价、非核心物价，也就是如果我们谈核心物价不包括能源，那我们 cover 它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会显现得更严重。当能源出现了它的变化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物价。那这个我们我想这个大家是心知肚明。那我先讲一下，现在才发生多久？才发生了3个多礼拜，那个油价其实已经讲了差不多 double 啊，你说110、115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布兰特，它原来是60、70，你知道很可怕，为什么才3个礼拜？因为我们要这个稍微科普一下，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在1972、7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涨了3倍没有错，但是拖了1-2年。到第二次呢，在1979年的时候，也是1年涨差不多1倍，现在才几个礼拜就已经涨这么多。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个文献都在讲啊，在经济文献都很清楚告诉世人说，这一次打的真正严重度超过那2次的石油危机。其实这算第4次，因为1990年我们把它号称叫第3次。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一定会被未来的历史记录的现在，我们的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嘛，哈，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2026年的石油危机第4次，而且是应该蛮严峻的。所以呢，你说如果半年会不会这个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预估，因为还要去沙盘推演。重点就是荷姆斯海峡你要怎么收场？我先讲一下我的认为啦，收场最后应该是美国会让步。我这样认为，美伊会稍微让步，因为这真的影响到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未来的发展，而全世界应该会群起打法。因为你的力量太大，你的声浪太大，大家不太敢直接指责你。你把一个这个大家要使用的超商把它烧了，还要我们去救火，你告诉人家说你自己有这个民生物资，你可以生存，那我们都不能生存，大家是敢怒不敢言。这时候他为了维续真正叫和平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做适当的让步，但这个让步呢，应该是美国会顾及他面子下的让步。那我先讲一下2月底所提的和平4大条件，跟刚才讲到6大承诺里面内容不是很一样吗？一开始不是限缩你的这个农作业的发展吗？第二不就是弹道吗？不管你5年几年，重点就是那是最主要的2个，就是不希望你伊朗把这个核做成了核武，然后呢又有弹道做成洲际弹道，能够北韩一样威胁到美国，当然他也要帮这个以色列当去撑腰。但重点是你会发觉打到现在开始，你还是用这样的谈判，请问？对方都已经讲我不怕死，也看穿了你，他怎么会和谈？所以他也提出了3个。刚才这个施密也讲到，第一个停火，第二个不要再侵犯我，就是你以后不能再这个随便打我。第3个很重要，还要把我当时损失的赔偿，生命赔不回来，最好钱要赔回来，把国家要稍微恢复。美国会马上做吗？不会。可是呢，我觉得somehow啊，为了顾及全球这个地球村，我们活在这个地方 globalization 哈，再怎么说。美国最后他做霸主，他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和平维护。我觉得，当然他太好面子，他一定要赢，他一定要私下谈。你让我赢，让我有点面子好不好？我就怎么样收手一下，然后要维持，我认为是顾及他面子之下的让步，这是美国应该会让。是，好，谢谢聂老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。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。